几年前，澳洲执行了可能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灭猫作战，在5年内扑杀100万只猫咪。究竟猫咪做错什么？为什么让澳洲政府痛下毒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澳洲的野猫危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一张叫做“猫之所获”的图片呢，在社群上面疯传。照片当中，受害者都是2019年因为受到了猫咪攻击而被送到加州一间动物医院，但最后抢救无效的小动物们。摄影师呢，希望透过这样的照片，唤起大家对于猫砂问题的关注。事实上呢，猫砂一直都是各国保育机构非常头痛的难题。一方面猫咪是人类常见的宠物，饲养的人口越来越多；而一方面呢，游荡的家猫或是野化后的流浪猫，都对当地的生态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而为了解决猫害，澳洲几年前更是执行了全球瞩目的灭猫作战，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集我们会来看看野猫、流浪猫对于生态的危害究竟有多严重，澳洲政府为何不惜一切向野猫宣战呢？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对议题讨论、分享知识很有兴趣，也正在寻找写作相关的工作，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志祺七七的新职缺哦。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影片内容企划的加入，帮助我们制作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在这里，你可以发挥搜集资料、整理观点的能力，把文字化为影响力，带领观众一起思考议题，让多元的讨论持续发生。不管你找的是全职工作，还是在家兼职接案，志祺七七都能够提供合作的机会。透过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我们希望能够让你全心的投入创作，也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写脚本，那我们也有提供稿费的适合作机制，让你实际体验企划的生活，跟总编交流你对于合作方式的期待。现在就给自己用写作实践理想的机会，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发想新节目。现在就上我们的官网应征吧。虽然说在一般的人眼中，猫咪是可爱又无害的小毛球，但是在野生动物眼中，猫咪可能是非常恐怖的杀手。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2013年美国官方的科学家指出，家猫或是野猫每年导致美国37亿的鸟禽，以及多达207亿的其他动物死亡，是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的头号杀手。而这样子的研究结果呢，也印证了大家长期以来的担忧，看似无害的猫咪已经成为了100大最具侵略性的外来种之一，严重的威胁当地的生态。而且不止在美国，全球各地呢也有很多的保育机构都为了猫砂问题深感困扰。尤其对于生态系相对封闭的澳洲，猫咪的出现更是带来了惨痛的冲击。18世纪时，随着欧洲移民来澳洲开垦，猫咪也跟着人类踏上了这片土地。后来，猫咪的数量迅速的成长，原本由人类饲养的家猫也开始跑到了野外，变成了野猫。而这些野猫因为脱离了人类的饲养，渐渐的变得凶猛，体型也巨大化。有些呢，甚至是一般家猫的3倍大，对其他的野生动物造成威胁。而在澳洲野猫并没有太多的天敌，再加上澳洲原生的哺乳类呢，也没有什么对抗野猫的能力，很容易成为野猫的食物，也让这个野猫的数量快速的成长。到了今天呢，专家估计澳洲的野猫数量可能高达了600万，甚至是2000万只，而在99.8% 土地上都看得到野猫的踪影。但令人担心的是，每只野猫一天呢，大约会杀死5只野生动物。这个野猫族群一整年下来，可能会杀死8亿多只的野生动物。科学家认为在过去的200-300年间，包含了小兔、耳袋狸大耳蒜鼠等等的动物在内，野猫导致至少27种澳洲哺乳动物灭绝，造成了澳洲严重的生态浩劫。2015年，澳洲政府在受威胁物种战略政策当中指出，包含了带食蚁兽袋狸在内，还有124种濒危的本土野生动物正在受到野猫的严重威胁。可能的澳洲有80% 的哺乳动物以及45% 的鸟类都是澳洲特有种。为了保护独特的生态澳洲政府决定顶着舆论压力，执行一项极具争议的行动——灭猫大作战。这项作战的目标呢，就是在2020年之前清除本土跟外岛的200万只野猫，而部分重点的外岛更是投入大量的资源，希望能够达成野猫清零的目标。而在本土的澳洲大陆上面呢，虽然可能没有办法清零但至少也希望将野猫的族群压在一定的数量之内。
灭猫作战的执行方法有很多，包含了投放毒饵啊、枪杀，或是用陷阱捕捉之后再进行安乐死。而有的地方则建起了防猫长城，透过40-50公里长的这个通电围篱，建立巨型保护区。他们先将区域内的野猫全数移除，再将濒临绝种的动物搬到保护区内，防止它们遭到野猫的袭击。而另外，澳洲也非常鼓励民间组织啊，或者是猎人参与猎捕野猫的行动。他们开放国民呢可以用枪啊自制毒药，或者是用陷阱猎捕野猫。而有的地方政府更是技术选上，只要打掉一只野猫就可以获得10澳币，也就是台币200元左右的奖金。而且对于过去长期猎猫有功的人，政府也会予以表扬。举例来说，澳洲就有一位专业的猎猫人，在过去20年间猎捕了1500只野猫，当地政府就颁发了感谢状跟奖金，表扬他对于环境保育的贡献。但是呢，澳洲这一系列铁腕的灭猫作战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弹。在这段时间内呢，海内外一直都有各种反对的声音。有的人认为当初猫之所以会进入澳洲，也是被人类带进来的，现在却因为数量太多就被扑杀，实在是不太公平。还有政府开放民众可以猎捕野猫，但这些人呢可能不够专业，猎捕野猫的手法可能不够人道，会造成许多野猫非必要的痛苦。而另外，有的专家则是质疑实际上呢，澳洲政府很难掌握确切的野猫数量，而在这样子的情境下执行扑杀行动，到底有没有效率，真的有点难说。不少人也认为呢，就算扑杀了这么多的野猫，其他的野猫也还是会继续的生下下一代，对于生态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政府应该做的呢是将野猫绝育后野放，这样既可以控制族群的数量，也不用夺走这么多的生命。不过对于这样子的质疑澳洲政府则是回应，要抓几百几千万只猫咪再进行绝育手术，从这个成本考量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而且绝育后的野猫回到了野外，还是会继续的猎杀其他的动物，相较之下呢，直接扑杀可能是现阶段唯一的选择了。那么执行了多年的灭猫计划成果到底如何呢？根据2021年公布的报告呢，经过了5年，澳洲总共扑杀了150万只野猫，与当初设下的目标还少了50万。而部分外岛的野猫清零计划也并没有成功。没有达标的原因有很多，像是野猫没有固定的出没地点，导致枪杀陷阱效率不高，或是野猫对于毒饵没有兴趣，都可能是原因之一。而总结来说，目前扑杀野猫的数量呢，对于保护本土种看起来不够有效，几个指标性的濒危动物族群的数量都没有明显的回升。那么接下来，澳洲政府应该还是会延续灭猫作战砸下更多的经费，想办法加速野猫的移除。而最近1-2年呢，部分地方政府更加严格，颁出了禁猫令，禁止宠物猫外出，避免猫咪对于周遭的生态产生破坏。那如果违反禁令，饲主就会被罚钱。不过呢，相较于越来越严格的政策现在也有学者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呢，既然野猫那么难消灭，不如改从猎物的角度出发，提升本土种抵抗野猫的能力，或许能够达成另外一种生态平衡。他们在保育园区内刻意引猫入室，放入少量的野猫，借此让园区内的本土种呢产生一定程度的生存压力。如此一来呢，整个族群就能够慢慢的适应、学习回避野猫。而理想的话呢，这种方法甚至能够驱动演化，让本土种天生就具备更好的逃跑能力，跟野猫达到共存。或许现阶段这样子改变没有办法很快的看到成效，但至少值得一试。虽然说不少人看到澳洲要扑杀野猫的新闻时觉得有点难接受，造成生态破坏的原因这么多，为什么好像只让猫咪来背锅？但其实我们在资料当中看到，一直以来澳洲呢也都很努力的在维持生态系当中各族群数量的平衡。就像之前呢，澳洲就执行过多次扑杀外来种野兔、野马的计划，也不是只有针对野猫而已，就连他们的国宝无尾熊也曾经因为数量过多而遭到政府执行安乐死。我们觉得可能相较于其他的物种，猫毕竟是比较多民众喜爱有在饲养宠物，所以当灭猫作战这样子的行动出现时，自然就比较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还有反弹。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一些学者指出，像这样子消灭外来种的行动效果还是很有限，就算真的把野猫都清零，也可能救不了那些濒危的物种。主要是因为有像是城市扩张、森林滥垦或是气候变迁这种人为活动的影响，虽然表面上没有直接杀死任何的动物，但对于激烈的破坏规模更加的庞大，可能远远的大于外来种的威胁。我们觉得如果大家只把注意力放在外来种身上，但人类自身的危害却没有去改善太多的话，野生动物可能同样还是会灭绝。而最后，关于今天的主题，还有很多可以延伸讨论的内容，像是喂食流浪动物、野外动物的争议，或是该不该移除外来种，我们之前都有做过影片讨论，有兴趣的观众等等都可以再点过去看看哦。
那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想问大家，你怎么看待澳洲的灭猫作战 ？A. 这是保护生态的必要手段，如果可以，希望野猫能够清零。B. 野猫毕竟还是生命哦，还是希望呢减少扑杀，努力的寻找其他的替代方案。所以罪魁祸首还是人类哦，减少人类可能比较有效。等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澳洲为什么要跟猫咪宣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刚刚有提到过的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